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的人天塌下来也能睡安稳，而你却会为一点小事内耗到深夜？其实这不是心理素质的差距，而是他们掌握了一种你没学会的能力。这种能力就是自我客体化，大白话就是敢看清自己，敢把自己当成一件工具，甚至一个实验品来使用。而我们大多数人的痛苦和平庸，根源都在于自我意识过剩，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我们太把我当回事了，稍微受点委屈就觉得天塌了，别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也要在心里反复琢磨，内耗半天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人和自己的情绪思维是完全粘连在一起的，情绪就是自己，念头就是自己。这就好比一台电脑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完全绑定，硬件稍微发点热，系统就跟着死机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早就看透了这件事，他说：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也，即吾无身，有何患？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之所以有这么多忧患和恐惧，就是因为我太执着于这个小我的存在。如果我能够达到无身的境界，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老子说的无身不是让你把身体消灭掉，而是让你不再把肉体的感受和情绪的好坏固执地认定这就是我。今天我就结合老子的这句话，把这套无身的功夫拆解成3层境界，你一定要认真读懂，因为它能帮你摆脱内耗，成为通透自如的人。第一层境界，对情绪的主动隔离。普通人遇到焦虑、恐惧、愤怒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我好痛苦？然后整个人沉浸在那个情绪的染缸里，被情绪推着走。因为焦虑，所以拖延；因为恐惧，所以逃避；因为愤怒，所以说出伤人的话，做出后悔的决定。这就叫情绪粘连。但具备无身能力的人，在情绪袭来的那一瞬间，会迅速启动一种旁观者的视角。他不会说我好生气，而是会说现在的这个人正在充血，心率加快，血压上升。这是因为刚才那个外部刺激触发了他的防御机制。你看，连主语都变了，不是说我，而是说这个人。不是我好痛苦，而是这个人的身体正在产生痛苦的生理反应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切换，整个人就解脱了。痛苦不再是一种需要被安抚的创伤，而是变成了一串报错的代码，一个需要被处理的数据。这听起来很不人性，也不温情，但极度有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想要做成点事，必须得有一颗强大的内心。如果每一次挫折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搞心理建设和康复，那几乎什么都不用做了。老子说：“及吾无身，有何患？”当你不再把那个正在受难的肉体当成我的时候，那个肉体的难受又关你什么事呢？你看着那个身体在难受，在挣扎，但能保持绝对的冷静，甚至带着一点好奇去观察。原来人在这种处境下会有这样的反应，这种抽离感能让人在最混乱的局面里依然保持清醒。这就是无身的第一层功夫。你不是你的情绪，你只是情绪的观察者。第二层境界，基础逻辑的变化。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无法突破，是因为他们把观点等同于尊严。别人反驳他一句，或者现实给了他一耳光，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愤怒，是辩解，是拼命维护那个旧的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潜意识里承认自己错了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蠢货；承认那个观点过时了，就等于承认过去的自己白活了。这叫观点粘连。但如果你敢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，那么基础逻辑就完全变化了。一个工具不好用，你就修理它就好了，还需要生气吗？
高手看自己就像看一个旧版本的软件，如果遇到新问题，这个版本代码跑不通，那就改代码、打补丁，甚至重装系统。他们对打脸毫无感觉，甚至渴望被打脸，因为每次打脸都意味着发现了一个系统漏洞，都意味着一次升级的机会。承认自己蠢，承认自己偏激，承认自己无知，这并不丢人，这只是说明那个旧版本的工具需要更新了。哪怕是昨天的自己被否定的一无是处，只要今天的自己完成了更新，那就是胜利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：“贵大患入身。”什么叫贵大患入身呢？就是把面子、观点和那个脆弱的自我形象看得像身体一样贵重。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你太在乎自己是不是正确，太在乎那个我的形象是否完美。但如果你能够达到无身，这些东西就瞬间瓦解了，因为那个需要维护面子的我都不存在，谁来维护呢？这种人是杀不死的，因为他们随时准备杀掉昨天的自己，然后在废墟上重塑一个新的形态。这就是无身的第二层功夫。你不是你的观点，你只是观点的迭代者。第三层境界，对肉体的暴力征用。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是自己身体的奴隶。大脑想要偷懒，身体就乖乖听话；大脑想吃糖，身体就去买甜品。这是因为基因设定的底层逻辑就是节能和追求多巴胺，这叫肉体粘连。在具备无身能力的人眼里，身体是什么？就是一辆车、一匹马、一台为了达成目标而存在的生物机器。既然是机器，就要讲究维护，要讲究使用效率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该锻炼锻炼。这是在保养机器，为了让它别半路抛锚。但到了需要冲锋的时候呢？哪怕这个身体在尖叫，在抗议，在发出疲惫的信号，只要还没有达到生理崩溃的极限，主观意识就会强行把这些疲惫的信号全部屏蔽掉。看着那个想要躺平的自己，就像看到一个不懂事的下属，你可以理解他的惰性，但你绝对不能纵容他的行为。为了训练他、打磨他，甚至压榨他，都是必要的。慈不掌兵，义不理财。老子说：“吉无无身，无有可患。”当你不把身体当成我的时候，这个身体的疼痛就不再是你的疼痛，这个身体的疲惫也不再是你的疲惫，它只是一台执行任务的机器。机器运转会有损耗，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。为了换取更高的价值，资源损耗是必须支付的成本，这才是对生命资源的最大利用。把身体当耗材，把精力当燃料，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痛苦，会疲惫，但那个高悬在头顶的观察者会告诉你，这是正常且可恢复的损耗。为了达成目标，这点成本必须支付。这就是无身的第三层功夫。你不是你的身体，你只是身体的驾驭者。当一个人能够做到对自己如此冷酷的时候，他就获得了一种终极的自由。我们总是谈论自由，以为自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其实叫做放纵。真正的自由是你可以不受本能的驱使，不受情绪的绑架，不受小我尊严的束缚。以前你把我看得太重，别人一个眼神不对就觉得自尊受伤，当众出丑，便觉得人生灰暗。于是你花费了绝大多数能量去维护那个脆弱虚幻的自我形象，去修饰那身羽毛。但现在你决定把我看清了，不再执着于保护这个小我，只在乎如何重塑它。在这个视角下，所谓的面子，所谓的架子都一文不值。可以去求人，可以去装傻，可以去干最脏最累的活。别人觉得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
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这只是手段而已。就像玩游戏一样，屏幕里那个小人被砍了一刀，掉血了，坐在电脑前的玩家会觉得委屈吗？会觉得没有面子吗？并不会，玩家只会分析和决策，血条短了就得吃药，装备不行就得刷装备，技能不够就得去练。只要角色还没有死，游戏就能继续，即使死了大不了重新来过。这种将自我工具化的过程，本质上是一场反人性的对抗本能的修炼。它要求我们剔除掉那些软弱的、敏感的部分。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没有痛感，而是看着自己血肉模糊，依然能像缝补一件破衣服一样冷静地缝好伤口，提起刀继续前行。在这个残酷的生存世界里，把自己当别人看是智慧，把别人当自己看是慈悲。燃料如果舍不得燃烧，那这一生也不过是一堆慢慢腐烂的木头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